068万年终奖，陈琳写100亿订单跳槽，直接让公司变空壳。拿到6800元年终奖的时候，陈琳正在跟公司最重要的120家合作方负责人吃饭。当他们得知为他们提供所有服务的陈琳年终奖只有这么点，这时桌上的气氛变得很微妙。而陈琳的同事们正因为拿到15万，在群里疯狂刷屏。陈琳平静地吃完了那顿饭。7天后，陈琳合同到期，潇洒离职。老板的哀嚎声几乎要从电话里冲出来。为什么他们全都撤资了？合同到期倒数第7天晚宴，设在市中心最顶级的酒店云顶阁，水晶吊灯的光芒像揉碎的钻石洒在每一张衣着考究的脸上。这里坐着的是决定他们创客网络90%营收命脉的120家合作方负责人，而负责维系这全部120家客户关系的人是陈琳。陈琳正举着酒杯，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桌之间，与每一位相熟的老总寒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从陈琳入职第1年起就和陈琳打交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甲乙方。小陈，明年我们集团的新项目还得是你来跟别人，我信不过。国内某知名集团的采购总监陈总拍着陈琳的肩膀，语气恳切。陈琳微笑着点头，陈总放心，只要陈琳还在，您的事就是陈琳的事。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陈琳借口去洗手间，靠在走廊无人的角落里，点开了屏幕，是公司的微信大群，此刻正被一片喜庆的红色刷屏。感谢张总，感谢公司15万年终奖已到账，明年再创辉煌。说话的是李娜，陈琳的同事，主要工作是整理陈琳的项目报告，然后署上她自己的名字。啊，娜姐牛逼，我也15万，我也是，今年公司太给力了。张总大气奋斗，就有回报。一张张15万的转账截图像一记记耳光，无声地扇在陈琳的脸上。陈琳面无表情，点开了陈琳的手机银行 app， 一条新的转账记录静静地躺在那里，金额6800元，没有小数点后的随机数，没有一句祝福，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整数，像打发一个实习生的辛苦费。陈琳盯着那个数字看了足足10秒，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心中最后一点名为期待的火苗在这一刻彻底熄灭，只剩下一片麻木的灰烬。陈琳早就该知道的。回到主桌，气氛依然热烈。陈琳重新挂上职业的微笑，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邻座的陈总正和人碰杯手肘，不经意地碰了一下陈琳的手机。陈琳下意识地按亮屏幕想收起来，那6800的数字就在他眼角余光里一闪而过。陈总的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放下酒杯，状似随意地问陈琳：小陈，今年你们公司效益这么好，年终奖应该不少吧？看你那些同事在群里都乐开花了。陈琳坦然地迎上他的目光，平静地吐出3个字：6800。喧闹的主桌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短短1秒内，所有人的声音都消失了。离得近的几位老总都听到了这个数字，他们的表情精彩纷呈，从最初的惊讶到不敢置信，最后齐齐化为一种带着怒意的了然。他们都是人精一个，为他们提供全年无休服务，维系着公司90%命脉的核心骨干。年终奖只有区6800块，而那些他们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办公室职员却拿着15万，这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气氛变得尴尬而微妙，陈琳却像没事人一样，端起酒杯站起身，对着满桌的沉默露出了一个得体的微笑。感谢各位老板1年来的支持，这杯陈琳敬大家。陈琳干了，你们随意。说完，陈琳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像是要把这几年所有的隐忍和疲惫都烧尽。陈琳主动将话题引到了明年的市场规划上，用陈琳的专业强行将饭局拉回了正轨，但那根刺已经扎在了每个人心里。无论陈琳如何活跃气氛，那层微妙的隔阂始终挥之不去。客户们开始频繁地用眼神交流，那里面有同情，有不忿，更有某种决断。饭局最终草草收场，客人们陆续离去，陈总走在最后。经过陈琳身边时，他停下脚步，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深深地看了陈琳一眼。他压低声音，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到的音量说：小陈，委屈你了，这地方不值得有任何想法，随时联系我。陈琳心中一暖，郑重地点了点头，谢谢陈总。送走最后一位客人，陈琳独自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打开电脑处理工作邮件，而是给自己泡了一杯茶。陈琳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当一个人对一件事彻底死心时，情绪变成了多余的奢侈品。陈琳打开电脑，没有看那些糟心的工作，而是新建了一个名为交接清单的文档。陈琳开始有条不紊地罗列每一项工作的流程，每一个客户的基础资料，每一个项目的基本框架。陈琳的思路清晰的可怕。然后陈琳看向墙上的日历，一个红圈醒目的圈着7天后的日期，旁边标注着2个字：合同到期。陈琳的眼神冷静而坚定，像一个即将按下核按钮的将军。最后，陈琳打开手机，翻出1个月前添加了一个猎头的微信，对方当时问陈琳有没有跳槽意向，陈琳回了一句暂时稳定。现在陈琳删掉了那句话，重新输入了5个字，可以聊聊了。合同到期倒数第6天，陈琳走进办公室时，一股快活的近乎黏腻的空气扑面而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拿到巨款后的兴奋，讨论着是去欧洲旅游还是换辆新车。李娜踩着一双崭新的亮红色高跟鞋，手里拎着一个 logo 大到晃眼的奢侈品牌，新包袅袅婷婷的从陈琳面前走过，她故意在陈琳工位旁停下，将那个包不经意的放在陈琳的桌角，夸张的抱怨道：哎呀，昨天冲动消费了，这包也没多好看嘛，陈琳你觉得呢？陈琳头也没抬，目光专注的盯着屏幕上的交接文档，淡淡的回了句还行。李娜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拔高了音量，对周围的同事喊道：姐妹们，为了庆祝咱们今年大丰收，我请大家喝下午茶，顶级的哦，随便点。哇，娜姐大气，谢谢娜姐。一群人簇拥着李娜，在手机上兴高采烈地点着单，欢声笑语将小小的办公区变成了菜市场。自始至终，没有人问过陈琳一句你要喝点什么。陈琳像一个透明人，被自动隔绝在这场与陈琳无关的庆功宴之外。下午3点，老板张伟满面红光地出现在办公室，同事们静一静，他拍了拍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今年我们公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这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辛勤付出。他声如洪钟，目光扫过李娜和其他几个拿到高额奖金的员工，脸上是赞许的微笑。我一直都说，我们创科从不亏待任何一个奋斗者，只要你肯努力，公司就一定看得到明年。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我们把奖金再翻一番。他激情澎湃地画着大饼，那双精明的眼睛
却像刻意安排好的一样，完美的避开了陈琳的方向，仿佛陈琳这个为公司带来90%业务的人，根本不属于奋斗者的行列。讲话结束后，张伟对陈琳招了招手，陈琳来我办公室一下。陈琳平静的起身，跟在他身后关上门。张伟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换上了一副语重心长的表情。陈琳啊，他亲自给陈琳倒了杯水。今年的情况你不要多想，我知道你的贡献很大，公司都看在眼里。陈琳端着水杯没有说话，静静的听他表演。但是你要明白，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公司的平台，没有创科这个金字招牌，那些大客户怎么会认识你？李娜他们虽然业务能力不如你，但他们在公司内部协调流程管理上也花了不少心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他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话术，你的年终奖是少了点，但这是综合考量的结果。你还年轻，眼光要放长远，明年只要你继续保持今年的势头，我保证你的红包绝对是最大的那一个。陈琳点点头，露出恰到好处的感激与顺从。我明白的，张总，我会再接再厉。张伟显然对陈琳的懂事和顺从非常满意，他觉得这只最好用的老黄牛已经被他彻底驯服了。他拍了拍陈琳的肩膀，这就对了，好好干公司，亏待不了你。走出办公室，陈琳听见茶水间里传来李娜和几个同事的窃笑声，看见没，陈琳就是个老黄牛的命，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钱，还被老板画个饼就哄得服服帖帖，就是真以为那些客户是认他，还不是看我们公司的面子，离了平台他算个屁，活该谁让他那么能显得我们多没用似的。陈琳面无表情地走过茶水间，回到自己的工位，那些恶毒的言语像苍蝇的嗡嗡声，已经无法在陈琳心里激起任何波澜。陈琳打开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是一份长达50页的文档，标题是核心客户关系深度维护手册。这上面记录的不仅仅是客户的联系方式和合同信息，更包括了每一家公司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决策者的个人喜好、谈判的心理底线，是他家孩子在哪上学这种潜规则信息。这是陈琳几年心血的结晶，是维系这120家客户的真正命脉。陈琳冷静地将这份手册的核心部分加密打包，上传到了陈琳的私人云盘。做完这一切，陈琳感觉像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这时，张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意气风发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又拿下一个新项目，客户点名要求我们最强的团队来负责。陈琳，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需要长期跟进，争取做成我们明年的标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琳身上，有嫉妒，有幸灾乐祸。陈琳抬起头看着张伟那张志在必得的脸，第一次正面拒绝了他。抱歉，张总。陈琳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陈琳的劳动合同还有6天到期，无法保证这个项目的连续性。为了客户负责，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整个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合同到期倒数第5天，平静被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公司最大也是合作年限最长的客户华盛集团的系统突然出现了重大 bug， 直接导致他们整个生产线停摆。技术部那边紧急排查了2个小时，束手无策。作为名义上的客户对接人李娜，被华盛集团的技术总监在电话里骂得狗血淋头，除了一句我们正在处理之外，他一问3不知。最终华盛的电话直接打到了老板张伟的手机上，对方语气冰冷下了最后通牒，张总，我不管你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我点名要陈琳来处理，2个小时内解决不了，我们不仅要终止合作，还会通过法务追究你们的违约责任。张伟的脸瞬间白了，华盛集团的订单占了公司全年营收的近20%，失去他们公司等于断了一条腿。他急得满头大汗，再也顾不上面子，一路小跑到陈琳的工位前，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低声下气，陈琳，救急，快，华盛的系统出问题了，你赶紧处理一下。办公室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眼神复杂。陈琳没有提任何条件，也没有拿捏姿态，只是平静地合上笔记本，这是陈琳职责内的最后一件事。说完，陈琳戴上耳机，开始远程连接华盛的服务器。办公室里，张伟和一众技术人员围在陈琳的身后，大气都不敢出。李娜站在最外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眼神里满是怨毒。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飞速滚动。陈琳凭借着对客户系统长达5年的维护经验，以及上次系统升级时就预判到可能存在的漏洞，而私下写好的预案迅速定位到了问题的根源。那是一个极其隐蔽的数据库接口冲突，是上次华盛内部 IT 人员一次不规范操作留下的隐患。技术部的人员因为不了解客户的整个系统架构，根本找不到这个点。陈琳双手在键盘上飞舞修改代码，重启服务，清除缓存，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1小时后，陈琳摘下耳机对张伟说解决了。几乎是同时，陈琳的手机响了，是华盛的技术总监亲自打来的。陈琳，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们的救星，生产线已经恢复了。他在电话那头如释重负，随即话锋一转，意有所指的说道，兄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样的高人待在创科这种公司真是屈才了，这样的公司不值得。陈琳笑了笑，您客气了。危机解除，张伟长舒了一口气，但他看向陈琳的眼神不再是感激，反而多了恐惧和不满。他意识到这个他一直随意拿捏的员工竟然掌握着他根本无法掌控的力量。李娜见状立刻凑到张伟身边，小声地说，张总，您不觉得这是很蹊跷吗？技术部搞了半天没头绪，他一上手就好了，他是不是故意藏了一手，就是想在这个时候拿捏公司，好跟您谈条件啊。这番话正中张伟下怀，他宁愿相信是员工在搞鬼，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管理和判断出了问题。他看着陈琳，眼神里的忌惮更深了。陈琳懒得理会他们的内心戏，危机处理完毕，陈琳的任务也完成了。陈琳打印出一份文件，走到张伟的办公桌前，轻轻放下。张总，这是陈琳的工作交接清单，请您过目并指定交接人。张伟拿起那份清单，草草翻了几页，上面只列了120家客户的公司名称、标准合同以及公开的联系方式。至于那些真正核心的，需要靠个人经验和人情关系才能维系的维护手册、关键人脉图、沟通技巧，一概没有。那是一份在程序上完美无缺，但在实际操作中毫无价值的交接清单。合同到期倒数第4天，张伟最终还是指定了李娜负责陈琳的工作交接。这或许是他的一种权力宣誓，想告诉陈琳，你看你最核心的工作，一个我喜欢的员工就能轻易接手。李娜拿着那份干巴巴的清单，像拿着一道圣旨，趾高气扬地坐到陈琳的对面。陈琳，开始吧，你挨个给我讲讲每个客户有什么特殊癖好，喜欢听什么话，忌讳什么都得说清楚。
楚了。他的语气不像是在交接工作，更像是在审问犯人。陈林打开清单，指着第一家客户说：“华盛集团采购总监陈建华，联系电话139000000，这是公司公开信息合同条款，在这里。特殊需求在附件3里有标准说明。下一家。”等等，李娜打断陈林，就这，谁要听这些啊？我要听的是那些潜规则，那些文档上没有的东西，比如陈总他喜欢什么牌子的茶叶，跟他吃饭要注意什么。陈林抬起眼皮，平静地看着他说：“抱歉，交接内容仅限于清单上记录的，属于公司资产的标准化信息。至于和陈总私人的交情以及个人积累的沟通经验，这属于陈林的个人范畴，不在交接义务之内。”你李娜气得脸都涨红了，你这是不配合工作。陈林，你别以为你快走了就了不起了，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他的声音尖利起来，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陈林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攻击性。陈林写的交接文档有哪一句话让你看不懂吗？还是说以你的专业能力无法理解这些基础的客户资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李娜能力不足的痛处，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周围的同事们开始窃窃私语，一部分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李娜出丑，觉得她平时作威作福，现在终于踢到铁板了；另一部分人则觉得陈林太狂了，仗着要离职就敢当众顶撞红人。眼看场面失控，老板张伟不得不从办公室里出来和稀泥。好了好了，都是同事，有什么话好好说。他清了清嗓子，转向陈林，用一种长辈的口吻说道：“陈林，你也大度一点嘛。李娜也是为了工作，你就把你的那些经验也传授一下，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陈林看着张伟那张虚伪的脸，心中只觉得好笑。张总，陈林平静的回应：“经验是无法传授的，只能靠自己在一次次解决问题、一次次与人沟通中亲身积累。”陈林的合同义务是交接工作，而不是给陈林的继任者开一个长达数年的私人培训班。如果李娜女士连最基本的客户关系破冰都需要陈林手把手教，陈林建议公司重新评估她是否能胜任这个岗位。陈林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不仅割开了李娜的脸面，也顺带削掉了张伟的和稀泥。张伟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凝固的气氛中，陈林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陈林拿起来一看，是陈总发来的一条微信，点开是一份制作精美的电子 offer， 来自一家陈林从未听说过的新公司，名字叫价值共创。 offer 上陈林的职位是高级合伙人，薪资待遇那一栏是一个陈林从未想过的数字。陈林关掉手机，抬起头对上了张伟阴沉的目光，内心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释然。这个烂摊子陈林不奉陪了。合同到期倒数第一天，这是陈林在创科网络的最后一天。陈林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将陈林的工位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私人用品都装进了箱子，电脑里的个人文件彻底粉碎删除，桌面上除了公司配发的电脑和电话，空无一物，仿佛陈林从未来过这里。同事们三三两两的走过来，说着些假惺惺的客套话：“陈林祝你前程似锦啊，以后常联系啊。”他们的眼神里却没有丝毫挽留和不舍，满满的都是看好戏的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陈林这个离了公司平台就会一无是处的技术宅，很快就会被社会毒打，然后灰溜溜的怀念在创科的日子。李娜更是毫不掩饰她的鄙夷，她抱着手臂在陈林身边阴阳怪气的说：“哎呦，有些人真是翅膀硬了以后没了我们创科这么大的平台给你背书，看陈林还怎么在客户面前神气的起来。”陈林懒得理他，只是微笑着将最后一个文件盒封好。下午张伟最后一次找陈林谈话，他坐在他那张宽大的老板椅里，用一种施舍的口吻对说：“陈林，虽然你这次做的有些不地道，但念在你为公司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既往不咎，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出去，混得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当然到时候的待遇就要重新谈了。”他大概以为这是给陈林最大的恩赐和台阶。陈林看着他，只是礼貌的笑了笑，一个字都没说。陈林的沉默在他的眼里成了默认和悔过的表现。下午5点半下班时间到，陈林拿起陈林的纸箱，在打卡机上按下了最后一个指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没有一次回头。在全办公室或同情或嘲讽或无视的目光中，陈林平静地走出了这个陈林奉献了数年青春的地方。推开公司大门的那一刻，外面冬日的冷风吹在脸上，陈林却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陈林深吸了一口这夹杂着汽车尾气的空气，感觉压在心头多年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一阵密集的震动，陈林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陈林上周刚建立的微信群，群名很简单，就叫朋友们，群成员不多不少，正好120个。群里一条新消息刚刚弹出，发信人是陈总，他只发了短短一句话：“各位时机到了。”寂静了片刻后，群里瞬间被刷屏，明白收到，静候佳音，明天见，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此起彼伏的响应像一场无声的宣誓，这120家公司的负责人，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商业精英，在此刻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陈林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消息，这场风波以来第一次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微笑。张伟、李娜还有创科网络再见了，不是再也不见。离职后第一天，张伟哼着小曲，端着一杯上好的龙井，心满意足地走进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油光锃亮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心情极好，陈林那个刺头终于走了。虽然最后几天闹得有些不愉快，但在张伟看来，这恰恰是件好事。这证明了他领导有方，成功地拔掉了一个自视功高、越来越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一个员工而已，离了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创科网络能培养出第一个陈林，就能培养出第二个、第三个。他抿了一口茶，开始盘算着怎么把陈林手里的客户资源平稳地过渡给李娜和其他听话的员工。上午9点整，他的专线电话响了，是公司前10大客户之一光宇科技的王总。魏王总啊，早上好，正想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内部做了些人员调整。张伟热情洋溢地说。张总长话短说，电话那头的王总语气公事公办，不带感情。我们公司经过内部评估决定，即日起终止与贵司的所有合作。法务函稍后会发到你们公司的邮箱，
张伟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什么王总，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合作很好吗？这是我们公司基于商业风险评估做出的决定，具体原因不便透露。王总的语气客气，但疏离的像隔着一堵墙。没等张伟再问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嘟嘟嘟，张伟拿着听筒愣了足足半分钟，错愕不已。他安抚自己，这只是个例，也许是光宇科技内部出了什么问题。他立刻把李娜叫了进来，把事情说了一遍，命令道：“你马上去跟进一下，问问王总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哪里服务不到位，态度放好点，一定把这个客户给我稳住。”李娜领命而去，回到工位上，拨通了王总的电话。然而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对方的秘书直接挂断了。他再打对方直接拒接。李娜慌了，跑回去跟张伟汇报。张伟还没来得及发火，他的办公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响了，是另一家大客户宏达实业的刘总。张总通知你一下，我们准备解约了。刘总，为什么啊？商业决定。挂断，紧接着第3个电话、第4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像一记记重锤砸在张伟的神经上。电话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合作多年的核心客户，都用同样官方客气却不容置喙的理由要求终止合作。张伟终于感到不对劲了，一个客户是偶然，2个是巧合，3个4个，这绝不是巧合，这分明是一场有预谋的集体行动。他让助理把所有客户名单打印出来，他拿着红笔在每一个打来电话的客户名字上画了个圈。几分钟后，他看着纸上的10几个醒目的红圈，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中升起，出事的全都是陈琳之前负责的客户。张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陈琳在背后搞鬼，一定是他用不正当的手段撬走了公司的客户。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他气得浑身发抖，抓起手机翻出陈琳的号码，想立刻打电话过去，将他狠狠地痛骂一顿。张伟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拨出去，公司的前台业务部、法务部的电话就像被引爆了一样，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恐慌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公司蔓延，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6个小时，对于创科网络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炼狱般的煎熬。终止合作的通知像雪片一样从4面8方飞来，解约的邮件塞爆了法务部的邮箱，解约的电话让前台接线员接到手软，墙上代表客户数量的电子版数字开始疯狂地往下掉，从10家到30家，再到80家。张伟彻底乱了方寸，他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手机和座机轮流响起，每一个电话都是一个他熟悉的名字，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冰冷的噩耗。他的情绪从最开始的愤怒迅速转为不解，然后是恐慌，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绝望。他试图联系那些平时和他称兄道弟、酒桌上勾肩搭背的客户代表，比如华盛集团的陈总，比如光宇科技的王总，但无一例外，他的电话要么被直接挂断，要么就是永恒的无人接听。他被隔绝了，被他赖以生存的整个商业世界无情的隔绝了。公司内部早已人心惶惶，员工们看着不断减少的客户数字，听着身边同事们压低声音的议论，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已经开始偷偷更新简历。李娜是除了张伟之外最慌乱的人，这些解约的客户名义上都划归到了他的名下，他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却毫无作用。他一个客户都联系不上，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打通一个相熟的采购经理的电话，他试图用自己那套撒娇卖吃的方式去安抚对方，结果话说不到3句，就因为对业务细节一无所知而漏洞百出，反而更加坚定了对方解约的决心。连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搞不清楚，你们公司还想跟我们合作？对方在挂电话前冷冷地抛下这句话。李娜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办公室里，张伟也在一次次拨号失败后瘫倒在了他那张象征着权力的老板椅上，汗水浸湿了他的衬衫，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神里充满了血丝和恐惧。他终于迟钝地意识到，这些客户根本不是冲着创科这个平台来的，也不是陈琳主动去撬的，他们是自愿走的，他们是跟着陈琳走的。这个认知比公司破产本身更让他恐惧，这彻底摧毁了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平台大于个人，原来一个人的价值真的可以超越一个平台。原来他亲手赶走的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螺丝钉，而是支撑整座大厦的唯一那根承重柱。截止下午5点半下班，创科网络客户名单上那120个最重要的名字已经消失了115个。离职后第2天，张伟一夜没睡，办公室的灯亮了整整1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双眼通红，头发散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早上9点，最后的审判降临了。最后剩下的5家大客户的解约函由快递员准时送到了公司前台。至此，由陈琳负责维护的120家核心客户全部流失，无一幸免。这120家客户占据了公司90%的年营收，这意味着创科网络在一夜之间从一个盈利丰厚的行业新贵，变成了一个只剩下房租和员工工资需要支付的空壳子。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张伟，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找到陈琳，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请回来。他顾不上什么老板的尊严和脸面，用自己颤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陈琳的私人号码。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再打依旧无人接听。第3次拨过去的时候，听筒里传来了冰冷的系统提示音：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他被拉黑了。此时的陈琳正坐在价值共创焕然一新的办公室里，他的对面是公司的另一位合伙人陈总。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分成了10几个小窗口，里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曾经创科的核心客户代表，他们正在召开第1次线上股东预备会，规划着新公司的未来蓝图。陈琳的手机在桌上震动了一下，他瞥了一眼那个无比熟悉的号码，神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平静地伸手按下了挂断键，然后顺手将这个号码拖进了黑名单。会议室里讨论正酣，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激情，而几十公里外的创科网络办公室则是一片地狱景象。打不通陈琳的电话，张伟积攒了一夜的恐惧和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他冲出办公室，指着瑟瑟发抖的李娜和其他员工，歇斯底里的咆哮：废物通通都是废物，养你们有什么用？连一个客户都留不住。李娜被骂得当场哭了出来，其
其他员工也都低着头，敢怒不敢言。就在这片混乱之中，张伟的手机响了，他看到来电显示的名字，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几乎是扑过去接起了电话。陈总，您终于肯接我电话了。电话那头是华盛集团的陈建华，他的声音不再有往日的温和，而是像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冰冷刺骨。张总，我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陈总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做生意先要做人，做老板要讲良心。陈林为你们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们这些客户看得一清二楚。你把他当成可以随意打发的牛马，把我们这些客户的信任当成你平台的功劳。你把为我们创造价值的人当成一根草，那就别怪我们用脚投票。张总，你好好记住，你失去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员工那么简单，你失去的是我们这120家客户对你这个人和你这家公司的全部信任。说完，陈总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信任这2个字像一颗子弹，击穿了张伟最后的心理防线。他手中的手机滑落在地，屏幕摔得粉碎。他呆呆地站着，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下一秒，一声凄厉的夹杂着无尽悔恨与绝望的哀嚎从他喉咙里冲了出来，响彻了整个死寂的办公室。为什么他们全都撤资了？公司的资金链在1周之内应声断裂。这个消息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公司内部传开。那些前几天还因为拿到15万年终奖而沾沾自喜嘲笑陈林的员工们，此刻彻底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们被告知公司账户已经空了，下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了。一时间办公室里鸡飞狗跳，以李娜为首的一批人开始疯狂地更新简历，四处投递。然而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业界圈子就那么大，创客网络因为核心员工离职导致业务一夜崩盘的丑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在所有 HR 的眼里，从这家公司出来的员工，尤其是那些拿着高薪却毫无建树的，都被贴上了无能寄生虫团队蛀虫的标签。李娜去面试了好几家公司，每一次面试官都会用一种玩味的眼神看着她，问同一个问题：听说贵公司是因为一位核心员工离职，请问您在那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李娜哑口无言，几次面试都以失败告终。一些员工开始联合起来，向张伟讨要说法，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离职赔偿金。曾经被他们奉为神明的张总，如今成了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张伟焦头烂额，不得不开始变卖公司的办公设备、软件版权，是他自己的房产和汽车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他试图找人接盘公司，但所有投资人都知道，如今的创科网络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空壳子，无人问津。曾经装修豪华、人来人往的办公室，在短短半个月内变得人去楼空，只留下一片狼藉和满地无人问津的绿植。一个周末的下午，李娜在又一次面试失败后，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从她身边缓缓驶过，停在了路边。车窗降下，露出了陈林那张平静而专注的脸。他似乎瘦了些，但眼神里却充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光彩和锐气，气质干练，像一把出了鞘的利剑。李娜愣在原地，看着那辆她不认识牌子，但一看就价值不菲的新车，看着车里那个曾经被她肆意嘲讽的男人，一股巨大的羞辱感和悔恨感涌上心头。陈林也看到了他。他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1秒，那眼神里没有嘲笑，没有怜悯，没有恨意，只是一种纯粹的看待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的平静。随即他收回目光，仿佛只是看到了路边的一棵树，脚下轻点油门驱车离去。那一刻，李娜才真正明白，他们之间早已是云泥之别，他连被他憎恨的资格都没有了。在创科网络分崩离析的同时，一家名为价值共创的新公司在市中心的顶级写字楼里正式挂牌成立。公司的开业典礼办得低调而隆重，没有邀请媒体，没有大肆宣扬，到场的只有公司的创始团队和第一批核心员工，以及那120家公司的负责人或代表。公司的第一批业务就是那120家客户的全部订单，无缝衔接，仿佛只是换了一个收款账户。陈林作为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之一，站在了发言台上，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戴着那副熟悉的无框眼镜，但整个人的气场已经截然不同。他不再是那个在饭局上需要靠着微笑来掩饰尴尬的骨干，而是一个运筹帷幄、掌控全局的领导者。我不想谈论过去的是非恩怨，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我只想谈未来，在价值共创，我们只信奉一件事，那就是为客户创造真正的价值，并让每一个创造价值的人都能分享到价值带来的回报。我们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论资排辈，没有靠画饼来激励的 pool， 我们只有透明的项目分红制度和能者居上的合伙人晋升渠道。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被量化、被尊重、被兑现。台下掌声雷动，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客户代表们眼神里充满了赞许和信任，而第一批被陈林招募进来的员工脸上则洋溢着激动和对未来的憧憬。这场业界罕见的商业模式重构很快就被敏锐的财经媒体捕捉到了，他们将其报道为一次由人才价值引发的商业模式重构，深度剖析了传统平台模式的弊端和新型合伙人制度的优越性。陈林的名字第一次以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了主流财经新闻的版面上，他不再是那个在办公室里默默忍受排挤的陈林，而是价值共创的陈总。他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夜深人静时，他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偶尔会想起那笔6800元的年终奖，他有些感谢他，是那笔钱像一盆冰水，将他彻底浇醒，让他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也让他看清了谁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伙伴。新公司第一个季度的财报出来了，利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在庆功宴上，陈林举起酒杯，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他的时代已经来临。半年后，创科网络正式宣布破产清算，张伟名下所有资产都被冻结拍卖，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和拖欠的员工工资。他从一个开着豪车、出入高档会所的成功人士，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还背上了几十万的个人债务。为了生计，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里找了份当服务员的工作，每天端盘子、洗碗，受着老板的呵斥和客人的白眼。一天晚上，餐馆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档财经人物访谈。陈总，您创立的价值共创在短短半年内就成为了行业的标杆，请问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屏幕上，陈林侃侃而谈，自信而儒雅。张伟端着一盘滚烫的酸菜鱼愣在了原
原地。他看着屏幕里那个昔日的下属，如今是万众瞩目的商界新星，再看看自己油腻的围裙和粗糙的双手，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板，如今却落魄潦倒至此。巨大的反差像一把锥子，狠狠刺痛了他的心。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的发自肺腑的明白，他当初看不起的不是陈琳一个人，而是价值本身。他错把平台当能力，错把压榨当管理，最终被他所鄙视的价值以最残酷的方式反噬了他的一切。一种强烈的悔意和歉意涌上心头，他想找到陈琳亲口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但他翻遍了手机，才发现自己早已没有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就算有他，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呢？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他失魂落魄地走到价值共创所在的那栋摩天大楼下，他抬起头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建筑，仿佛能看到顶层那片属于陈琳的灯火。他在雨中站了很久很久，最终只是佝偻着被默默地转身离去，消失在湿漉漉的街角。而李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那段不光彩的履历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抹不去的污点。几经波折，他才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薪水只有过去的1/3。他每天都在抱怨新公司平台，小抱怨同事水平差，抱怨领导没眼光。他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外界，从未反思过自己的问题。他时常会点开朋友圈看那些前同事的动态。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以前关系尚可的同事分享了价值共创公司去海岛团建的照片，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灿烂，背景是蓝天白云和豪华游艇。他在那群人里看到了几个曾经创科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后来被陈琳邀请过去的。一股无法抑制的嫉妒和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他终于在尖叫和哭泣中将手机里所有前同事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的全部拉黑。1年后，价值共创的年度盛典在全城最豪华的酒店宴会厅举行，公司已经成为行业内无可争议的新标杆，业务版图持续扩张，吸引了无数顶尖人才的加入。作为压轴环节，陈琳亲自上台为年度优秀员工颁奖，奖品除了丰厚的奖金，还有让所有人眼红的公司股权激励，其中最大的一份奖总价值高达7位数。当获奖的年轻技术总监激动地从陈琳手中接过奖杯时，陈琳拿起了话筒，他看着台下数百张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年轻面孔，缓缓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会提醒自己，一个真心付出的奋斗者应该得到怎样的尊重和回报。”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典礼结束后，陈总端着酒杯走过来，笑着拍了拍陈琳的肩膀：“你做到了，是我们做到了。”陈琳纠正道，与他相视一笑。他转过身看着宴会厅里那些正在欢笑、正在憧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的员工们，在他们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刚刚入职、对未来充满热情和干劲的自己。但他知道他们比当年的自己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也共同创造了一个懂得并尊重价值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是陈琳的一个微笑，这个微笑里有对过往的释然，有对成功的坦然，更有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最朴素的真理：真正的价值或许会被一时蒙蔽，但永远不会被彻底埋没。他只会以另一种更强大、更璀璨的方式回归到他应有的位置上。